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并不是 AI， 而是7月2日韩国仁川机场第一航厦的真实状况。几十个人推着行李箱，弯腰钻过排队围栏，像100米冲刺一样冲向值机柜台。维持秩序的机场职员被人流推撞受伤。这段影片在网络爆火之后，网友的第一反应是怀疑影片是 AI 生成的，因为画面实在太超现实了。一座国际机场的出境大厅，围栏形同虚设，人群像开闸的水一样漫过去。韩国网友甚至不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事。结果仁川机场这2天出来官方辟谣，说影片是真的，而且光是这个7月，同类事件至少发生了5起。主角们大多是中国旅客，机场现在正在认真研究要怎么改装围栏、加装塑料隔板、增派保安。离谱吧？一座1年吞吐量几千万人次的国际机场，被中国旅客逼得开始定制防插队工程改造。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几个月前一位旅行博主吐槽中国人在机场插队的行为，也是发生在韩国首尔。他一脸无语的开麦，说中国游客在国外不受欢迎，一点儿也不冤枉。中国游客在国外不受欢迎，真的一点也不冤枉。刚刚落地首尔，真的被同胞们无语到了。首尔那个海关排队真的是有一点点长啊，然后一大群中国人就开始在那里插队，有年轻的也有老的，不要说不文明的只是老的一代。经常看到大家在网上嘲讽印度人，但是当时出那个海关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印度人，人家都在好好的排队，插来插去的全部是我们的同胞。还有一个大姨觉得推婴儿车的妈妈走太慢了，直接翻过围栏走到人家前面去，以及父母带着他们20几岁的孩子翻栏杆插队。当然绝大部分中国人在海关还是有好好的排队，但是就是你这么少数的不文明的人，你会坏了一锅粥，给其他国家的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人就是来插队。在机场看到这些已经让我够无语了，然后等我坐上了大巴，还有国人直接在那里声音外放刷抖音。当时我就拍了拍那个人的肩膀，问他不好意思，你可不可以静音刷？他的第一反应不是不好意思我打扰到大家了，而是前面一排人都在聊天，我为什么不能外放啊？就从这些小细节真的是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公共素质水平。大家在出国的时候还是注意一点好吗？因为你代表的不再是你个人了，你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说的没错，中国游客出门在外的行为直接反映出中国的公民素质水平。哪里都有不文明的游客，只是中国游客不文明的现象发生的格外多。就连中国博主都看不下去中国游客的行为了。这个影片也说明了仁川机场的围栏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开始失守了。那么为什么韩国突然出现这么多的中国旅客呢？因为飞中国的航线最近换了大飞机，一个班次多了100个座位，人流暴增。再加上去年9月底韩国对中国团客开放免签，中国游客去不了日本，所以正在报复性的涌向韩国。而就在前2天，同样是在韩国，一位抖音拥有84万粉丝的中国游客竟然被歧视了。他发布的影片在社交媒体上疯传，获得3万多点赞，标题叫在首尔订酒店被前台拒绝入住，韩国不免签果然是有原因的。我们一起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7月15日下午4点，一名中国男生叹了一口气，走进了首尔一间旅馆大厅，拿着手机上的翻译软体给前台工作人员看。影片中有4位主角，一位中国男生带着2位看起来年纪非常小的中国女生，他们在酒店前台把行李放在大厅沙发上，坐下准备等入住，然后被柜台人员请了起来。男生自己在留言区是这样描述的，他说21点住，我说可以，然后想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就被撵走了。这里的细节是订单显示的入住时间是晚上9点，但他们下午4点就到了，坐一会儿是打算在人家大厅沙发上坐5个小时。我们都知道国外很多酒店没到入住时间是不让你在大厅里长时间逗留的，这在他们的认知里叫规定，但在中国男生的认知里叫连沙发都不让坐。冲突升温后，男生开始录影存证，他举起手机用翻译软体打字问柜台，你是让我们3个离开这里吗？对方回答 cancel OK。 等等，我让他说汉语。你是让我们离开这里吗？你是让我们3个离开这里吗？ cancel OK cancel OK。 这是影片中最关键的一句台词了， cancel OK。 店员想表达的大概率是，如果你们没办法接受目前的安排，可以取消订单，我给你退款。有个在韩国生活的细心中国网友发现，中国男生的翻译软体有问题。男生想问的是，你是想让我们3个离开这里吗？但翻译成了，你是不让我离开这里吗？前台人员说的 cancel OK， 加上中国男生的自我脑补，就变成了赶我们走。他让咱走呗，咱待这晚上。这态度能差，我靠！还有这样揍生意的，直接撵人。70人。
当场的反应是他让咱们走，走呗，态度差，歧视人，语气里全是憋屈。于是他收起了沙发上的行李，带着2位女生往外走，其中一位女生更是拿出手机拍照，说要让网友评评理。懂韩语的网友发现，男生转身离开时，那位柜台人员用的是敬语，他要是想歧视你，没必要这么客气。一个用敬语感人的店员，一个把可以取消听成滚的客人，看起来是一场语言不通导致的翻译事故。影片发上抖音后，男生为了自证清白，还晒出了酒店订单，订单清晰写着一张1.51米大床，1人入住，但现场来了3个人。网友秒懂，预定1个人来了3个人。还有人科普，国外的酒店预定几人就只能住几人，不然价格不一样。韩国订房订的时候几个人入住就几人，3个人订1间，房间里真的会摆3张单人床，2个人就是2张床，人数是写进房价和房型里的。面对网友的质疑，男子解释说，这个房间不是3个人住的，是给我妹妹订的。给妹妹订的房间，为什么哥哥办理入住呢？更要命的是，影片中2个女孩很年轻，成年了吗？因为就在酒店柜台大理石桌子上明晃晃贴着一张红色韩文告示，禁止未成年人出入。而且根据男生公开的订房资料，这家店位于永登浦，也就是首尔最出名的红灯区，是一家汽车旅馆，并不是正常的酒店，未成年人不能入内。而且韩国的成年年龄是19岁。就算这个男生看不懂韩文的提示，酒店的订房提示里也清楚地标明了入住办理人需要年满19岁。有网友解释，只要被抓到，酒店至少停业2个月，老板承担刑事责任。一个男的带2个女的，有一个还可能未成年，没报警就不错了。说的没错，韩国的青少年保护法体系对未成年人住宿管得非常严格。未满19岁没有法定监护人陪同，原则上不能住宿，要住需要监护人签署同意书。异性未成年人更是禁止混合住宿。汽车旅馆这类场所业态特殊，当然拒收未成年人了。除了离谱的带未成年人订汽车旅馆，中国男生还多次修改自己的影片标题。原片标题叫在首尔给妹妹办酒店入住被拒绝，连沙发都不让坐。隔一天他又上传同一段影片，标题改成在首尔订酒店直接被前台拒绝入住，韩国不免签，果然是有原因的。从第1版本的我受了委屈变成了第2版本的我们中国人受委屈进不去汽车旅馆，跟韩国不给中国免签挂钩，直接接入国家叙事，升级成了民族大义。车友的留言特别好，这个世界不是谁发视频谁有理，说人家歧视你，先想想为什么。还有网友扒出了男生日常拍影片的装束造型，留言说看到这样的我是老板都想让他走。除了插队、手机外放声音，总觉得自己被歧视之外，中国游客在韩国的咖啡店还不爱收拾杯子。一位好心的网友提醒中国游客入乡懂礼仪，小事见素养。刚刚我爸听到隔壁桌的韩国人在说啊，你们看中国人喝了咖啡杯子都不收，直接就走了。所以呢，我爸现在就过来把他们的杯子给收掉，然后我们就故意坐他这个位置。真的姐妹们，你们来韩国一定要记住，就是喝了咖啡一定要收掉，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没素质。这原本是一条礼貌提醒的影片，但留言区的网友让人大开眼界。有人说中国都不收啊，每个国家习惯不一样，不是素质问题。那我去干嘛？我能自己买材料，他给我磨吗？他们需要提高服务意识，不是我们的问题，没有讨好韩国人的义务。大部分网友辩护说，中国很多咖啡店是店员收杯子，所以在韩国没收杯子是习惯不同，不代表个人没素质。这种说法只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不能证明行为是没问题的。更完整看待这件事的视角是，在原因上，不同国家餐饮文化不同，所以可能有人不知道在韩国要自己收。但从责任上看，一旦知道当地规则，就应该尊重和遵守。可留言区很多网友是知道了仍拒绝做，或者认为我花钱了就应该店员做，说没有讨好韩国人的义务。这种心态就不能用文化差异来解释了，更像是为没素质找借口，把文化差异当成拒绝适应当地规则的理由，给自己的不文明行为开脱。让韩国人尊重你不收杯子的文化习惯，那就不想想自己有没有尊重韩国人的规则。这就很像日本的地铁车厢很安静，但中国地铁车厢相对嘈杂。中国游客在日本地铁上大声讲话，会说我在中国一直都这样。解释原因和合理化行为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就像上个月，有一家人在济州岛星巴克没有任何消费，占据了一张大桌子，开始大摇大摆吃起了外带的炸鸡。拍摄者说，这家人最后被店员赶了出去。网友留言说，可能以为在国内要是有人赶他们，一家人能把那个店撕了。国内的风已经带到了韩国，很多人出国没意识到不消费不能入座，不能带其他食物，
国内要是这样赶人，估计当晚上热搜了。被赶出去的一家可能会觉得在中国这样做再正常不过了，韩国规矩真多，一定是歧视我们。同样，这一家人的行为也是上面我们提到的，拿在中国很普遍的行为当作借口，不尊重其他国家的规则。更不要提韩国是一个非常爱干净、注重卫生的国家。禁日令后，中国游客跑到景福宫石墙下，在文化遗产保护区内现场大小便。南韩网友觉得这种行为超出了人类底线。还有宝妈在济州岛登山步道上让小孩随地大小便，事后擦擦屁股就走，把排泄物留在了原地。以及这个7月机场里钻围栏、狂奔弄伤工作人员的行李箱大军，这些真实发生的劣迹都在一件一件喂养着韩国社会的反感。在这种新闻的包装下，韩国的嫌中情绪自然也是真实的，而且早就不只是反感了。去年2月，首尔中国大使馆旁有人办了一场活动，名字叫灭共节，现场高喊灭共，习近平下台。从9月开始，明洞每周都有数以千计的民众上街反共集会，连中国驻韩大使馆都发表声明抗议，说极右团体在中国游客最集中的明洞、大林洞不时举行针对中国的游行示威。去年11月，中国因为跟日本闹翻，官方呼吁公民暂勿赴日，游客大军转头涌向刚免签的韩国。韩国网友的迎宾词是不，别过来，太羡慕日本了，中国人都不去。这股情绪有多普遍呢？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调查显示，81%的韩国人对中国持负面观感。今年4月，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的民调显示，在美中之间，只有 10.8% 的韩国受访者支持中国，10个韩国人里8个反感中国。中国游客真实的劣迹喂养出了韩国社会真实的敌意，真实的敌意又让每个中国游客出门自带被歧视的雷达，看什么都像歧视。而在这个火药味十足的背景下，开篇的男子把 cancel OK 当成前台要把自己赶出去。每一次误报的歧视都是在透支歧视这个词的信用。说到底，近期在韩国发生的所有故事都在指向同一个问题：出国到底是去干嘛的？如果出国只是换个地方，用自己的常识丈量世界，酒店就该按房间算钱，杯子就该店员收，围栏想钻就钻，那护照盖再多的章，人其实哪里都没有去，肉身出国，脑子还停留在原地。而当世界拒绝配合他们这套常识时，歧视就成了最顺手的解释，是世界在针对我。那旅行很妙的一点，不就是发现你以为天经地义的事，只是81种活法里其中的一种吗？见过世界的人，尊重他人的人，走到哪里都不太会被歧视，做不到的人，自然觉得全世界都在歧视他。好了，今天的韩国汽车旅馆感人事件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留言告诉我们吧。记得点赞、订阅和热推，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我们下期见，拜拜。